当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总觉得咳嗽有痰胸闷是小事，吃个药喷个雾就过去了，我告诉你不是这样，这些症状背后藏着的是你身体里已经积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毒，尤其是肺里面那个痰，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，它是慢慢堆起来的，像烟囱里的油垢一样，一层盖一层，到最后你的气都喘不过来。我在美国看诊那么多年，很多病人一进门就说，林医师，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咳一阵，痰特别多，有时候是白的，有时候是黄的，甚至还有点带灰黑色。我就问他，你抽烟吗？他说抽了几十年了。我说那你这个痰不是普通的痰，那是浮痰，是藏在肺底下的老痰，光靠药清不干净，那怎么办？你要有一个方法能从里面把它逼出来。这个方法不是吃药，也不是打针，而是一个声音一个动作合在一起，叫做视字诀。很多人听到视这个字不知道怎么念，其实他念视就像风吹过竹林的那种声音，细细的长长的从牙齿缝里慢慢吐出来。这不是随便发的声音，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六字诀之一，专为肺设计的。肺属金，在五音里面对应商音，而视就是商音的代表。你一发出这个音，整个肺经就会动起来。我常讲，人体有12条经络，肺经是第一条，从胸走到手，起于中焦，下落大肠，还循胃口，上膈属肺，再从腋下出来，一路走到拇指的少商穴。这条经络要是堵了，你就会觉得胸口闷，呼吸短，喉咙痒，痰咳不出来。而视这个音就像一把刷子，顺着肺经一路刷下去，把那些粘在管壁上的痰一点点震松，让它浮上来。但光是发音还不够，你要配合动作才能真正把毒逼出来。很多人以为念一念就好了，那是骗自己。我告诉你，真正的功夫是在你觉得自己已经没气的时候才刚刚开始。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动作讲起，你要站直，双脚与肩同宽，膝盖微微弯曲，不要锁死，脊柱要正，下巴微收，舌头顶上颚，这是基本的站桩姿势。然后双手从身体两侧慢慢抬起来，像拖着什么东西一样，一直抬到头顶上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要开始吸气，吸得饱满一点，让胸腔完全打开。当你手抬到最高点的时候，脚跟也要慢慢离地，用脚尖站着。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，但它其实在调动你的全身气机。脚尖一踮起来，涌泉穴就打开了，肾经也就活了。肾主纳气，肺主呼气，一个在上，一个在下，你要让他们接得上，气才能通。接着就是发视这个音，嘴巴微微张开一条缝，牙齿闭着，舌尖轻轻顶在上牙龈那里，然后慢慢的均匀的把气吐出来，发出视的声音。这个声音不能急，不能短，要像抽丝一样，越长越好，你吐得越慢，震动就越深，对肺的清理作用就越强。我看过太多人练这个，一开口就视，一声气马上就没了，手也放下来了，脚跟也落地了，以为练完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样练100遍也等于没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漏掉了最关键的一个步骤。当你把气全部吐完，嘴巴闭上的那一刻，你以为结束了，错了，那才是开始。这个时候你要立刻提肛，把肛门收紧，像忍大便一样，同时小腹往里收，继续做视的口型，但不要发出声音，用内在的力量去推那一口气。这个动作才是把毒逼出来的真正关键。你前面吐的那些气只是表面的废气，真正藏在肺底部支气管深处的那些陈年老痰，只有靠这最后一股力才能把它顶上来。我曾经教一个老烟民练这个方法，他练了3天，第4天早上突然咳出一大块黑灰色的黏痰，他自己都吓到了，说倪医师，这真的是从我肺里出来的吗？我说当然，你抽了30年的烟，那些焦油那些毒素早就沉积在肺泡里了，平常咳不出来，只有用这种深层的震动和压力才能把它逼出来。所以你要明白，练视自觉不是为了舒服，有时候反而会不舒服，你可能会咳，会吐，会流泪，会流鼻涕，甚至觉得头晕想打嗝，这些都不是坏事，那是你的身体在排毒。就像打扫房子，灰尘扬起来的时候最脏，但扫干净之后整个空间就亮了。我建议你一开始每天练2次，早晚各1次，每次做5到6遍，不要贪多，
重点是要把每一个细节做到位，尤其是最后那个提肛无声式的动作，一定要坚持至少10秒钟，直到你感觉到一股热流从下面冲上来，或者喉咙里有痰要咳出来的冲动。等你把这些毒都逼得差不多了，你会发现自己整个人轻松了，呼吸也顺畅了，晚上睡觉不会再被痰呛醒，早上起床也不再需要用力清喉咙。这时候你才是真正干净了，才可以开始练其他的功夫，比如静坐、采气、练内功。因为只有身体干净了，你才能吸收到天地之间的清气，否则你吸进去的还是污浊。我讲这些不是要你马上见效，也不是承诺你3天就能好，中医讲的是调理，是慢慢来，但只要你坚持，一定会有变化。这个四字诀是我从古书里学来的，也是我自己练了几十年的，我知道它有效，所以我才敢拿出来讲。接下来我会继续讲这个动作背后的经络原理，还有它怎么打通任督二脉，让你不只是清痰，还能提升整体的气机运行。你刚才已经知道了四字诀的基本动作和它能清肺中老痰的作用。现在我要告诉你，为什么这个简单的动作会有这么深的效果。不是我吹牛，也不是什么神秘主义，而是因为它的每一步都符合人体的经络运行规律，都是在调动你内在的气机。我们先从手抬起来这个动作讲起。当你双手从身体两侧慢慢上举，一直到头顶上方，这个过程其实在拉伸整条肺经。肺经是从中焦开始，穿过横膈膜属肺，然后从腋下出来，沿着上臂内侧前缘一直走到拇指的少商穴。你手抬得越高，这条经络就被拉得越长，气血就越通畅。而当你脚尖垫起来的时候，又触动了另一个关键，涌泉穴。涌泉在脚底板前1/3凹陷处，是肾经的起始穴。肾主纳气，肺主呼气，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。你要让呼吸有深度，就必须让肺和肾接上气。脚尖一提，涌泉打开，肾气就上来了。这时候你再发四音，那一口气就不只是从肺里出来，而是带着肾的力量一起推动，清痰的效果自然更强。还有一个细节，很多人没注意到，你手抬上去的时候，身体会不自觉地往上延伸，好像要碰天花板一样。这个动作会让整个胸腔完全打开，肋骨一张一合，肺泡充分扩张。现代医学讲肺活量，中医讲中气，都是一回事，就是你能不能把气真正吸到底。但光是吸进去还不够，关键是要呼得干净。普通人呼吸大概只能排出70%的废气，剩下的30%就留在肺底部，时间一久就成了痰的温床。而四字诀的长呼气，配合那个细细长长的发音，能把这最后30%也逼出来。尤其是当你发到气快没了，还在继续吐，那种感觉就像把肺底的水一点点挤干一样。这时候你已经到了临界点，气没了，嘴闭上了，一般人就以为结束了。但我告诉你，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才真正进入排毒状态，你必须立刻提肛，把会阴收紧。这是任脉和督脉交接的地方，道家讲为阳出动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你一提肛，小腹自然内收，横膈膜就会往上顶，进一步压迫肺部残气。同时你虽然不再发声，但口型保持不变，舌头仍然顶着上牙龈，继续做四的动作，只是没有声音，这个叫做无声之四。它的振动频率反而更高，能深入到最细微的支气管末端，把那些粘附在壁上的弹力震松。我曾经观察过一些练功有素的人，他们在做这个无声式的时候，脸上会出现一种特殊的红润，额头微微出汗，后背也有热流往上冲，那是气开始通督脉的现象。督脉从会阴出发，沿着脊柱上行，过风府入脑。只要你能坚持那几秒钟，就能感觉到一股暖流从尾椎一路升到头顶。这不是幻觉，也不是心理作用，是你体内的真气被调动起来了。而这个气只有在你完全排空之后才能被激发出来，就像一个瓶子，你必须先把脏水倒干净，才能装进清水。你练功夫也是一样，不清毒不净身，你怎么可能吸收到天地之间的精华？所以我一直强调，练任何内功之前，一定要先学会逼毒。你不把身体里的浊气、痰湿、淤血这些东西清掉，练得再多也是白费，因为你是在往一个装满垃圾的房子里搬家具，迟早会出问题。四字诀就是最直接的逼毒法，它不靠药物，不靠器械，
只靠你自己的一口气一个动作就把深藏在肺里的毒素逼出来，而且它安全，只要你动作正确，任何人都可以练，年纪大的体弱的都可以慢慢来。我有一个学生60多岁，有慢性支气管炎，冬天特别容易咳喘，他一开始练这个方法，每次做完都咳得厉害，家里人还担心是不是练坏了。我跟他说，你让他咳那是好事。结果他坚持了1个月，痰越来越少，呼吸越来越深，连走路都不喘了。他自己说，感觉胸口那块石头终于搬走了。这就是视自觉的力量，它不是立刻见效的神药，但它是一个可以持续清理身体的工具。你每天练一练，就像给肺做一次深层清洁，时间久了自然不一样。接下来我会讲你在练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反应，这些看似不舒服的现象，其实正是身体在好转的信号。你练了视自觉之后，身体一定会有一些反应，这些反应很多人看不懂，以为是练错了或者伤了气，其实完全不是。我要告诉你，那些反应正是你身体在排毒的表现，是好事不是坏事。最常见的就是咳嗽，你明明没感冒也没着凉，怎么一练完就开始咳，而且有时候咳得还挺厉害，喉咙痒，胸口发紧，甚至要吐痰。我跟你说，这说明你肺里的痰动了，那些原本粘在支气管壁上的老痰被视的震动和压力松动了，开始往上浮，所以你会咳，这是正常的，不要怕。有些人咳出来的痰是白色的，像泡沫一样，有些人是黄色的，比较浓，还有些人尤其是抽了几十年烟的，会咳出灰黑色的黏糊糊的一块，那种痰我自己都见过不少，一拿出来颜色发暗，甚至带点油质感。那是什么？那是香烟的焦油混合着肺里的分泌物，沉积了10几年的东西。你不靠这种深层的吐纳法，它根本出不来。还有人流眼泪，练着练着眼睛就开始酸，然后泪水就下来了，家里人还问你怎么了，是不是太累了？不是累，是排毒。中医讲，肺开窍于鼻，其华在毛，泪为肺之液，你把肺里的浊气一逼，眼泪自然就会流出来。这就像你打扫房间，灰尘扬起来，眼睛就会不舒服一样。同样道理，流鼻涕也是正常的，尤其是练完之后鼻子开始流水，轻轻的像水一样，擦都擦不完，那不是感冒，那是你肺气通了，津液开始往外排。有些人练完还会打喷嚏，一连打好几个，这也是好事，说明你的鼻窍打开了，风寒湿气正在往外走。还有人会放屁或者打嗝，这看起来跟肺没关系，其实关系很大。脾主运化，肺主肃降，它们是一体的。你一练视，全身的气机都动了，脾胃的气也被带动起来，那些积在肠胃里的浊气自然就往下排。所以你练完之后肚子咕噜咕噜响，排气多了，那是身体在整体清理，不是消化不良。我见过一个病人练了3天视自觉，第4天早上起来突然觉得喉咙一紧，咳出一大口黏痰，接着就开始打嗝，连续打了10几分钟，他自己都说从没这么畅快过。我说你这是把中焦的气机打通了。也有人练完觉得头晕，尤其是血压偏高的人，这种情况你要注意，不是每个人都能马上练得很深。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压、心脏病，动作就要放慢，提肛的力度要轻，不要一口气逼得太猛，可以先从3遍开始，慢慢增加，让身体适应。但大多数人都不会有太大问题。你练完之后，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轻松。那种轻松不是睡了一觉后的放松，而是从里面透出来的清爽，好像胸口打开了，呼吸变深了，整个人轻了一圈，这就是毒去身轻的感觉。我常讲，人在没病的时候总觉得身体是自己的，其实不是，你的身体早就被痰湿淤毒占了一大半，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清气可能连30%都不到。你练视自觉，就是在把这些不属于你的东西清出去，清得越多，你自己的生命力就越强。所以你不要怕反应，反而要欢迎它。你咳得越厉害，说明你积得越深，你流的泪越多，说明你压抑得越久，这些都是在还债，还你过去几十年抽烟、熬夜、吃油腻、情绪憋闷的债。我有个学生40多岁做 IT 的，常年加班，压力大，脸色发暗，舌苔厚腻。他练视自觉第1周，每天练完都咳，痰特别多，眼睛也流泪，还做了一堆奇怪的梦。他问我是不是练出问题了，我说没出问题，是问题出来了。他继续练，半个月后舌苔变薄了，脸色亮了，
晚上睡觉也不再盗汗，他自己说好像重新活过来了。这就是排毒的过程，它不会温柔的发生，一定会有点动静，但只要你坚持下去，这些反应会慢慢减少，到最后你练完只会觉得舒服，不会再有强烈的咳嗽或流泪，那是你的身体已经干净了，不需要再排了。接下来我会讲一些人常犯的错误，很多人练了没效果，不是方法不对，而是细节错了。很多人练四字诀，练了一阵子跟我说，倪医师，我每天都在练，可是没什么感觉，也没怎么咳，痰也没多，是不是对我没效？我一听就知道问题出在动作没做对。这个功法看起来简单，其实细节非常多，错一步效果就差一半。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只发声不配合动作。有些人站着手也不抬脚也不点，就嘴里念一声是，以为这样就行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样练10年也没用，因为是不是一个咒语，它是动作、呼吸、声音、意念4合一的整套系统，你少了一个环节，气机就动不起来。另一个错误是动作太快，一吸一呼3秒钟搞定，手一抬一放，脚一点一落，以为完成任务了，那你是在做体操，不是在练功。真正的是自觉讲究的是慢匀深长，你手要慢慢抬上去，气要慢慢吸进来，发是的时候更要细水长流，能拖多久就拖多久。你越慢震动越深，对肺的清理就越彻底。还有人发是音的时候嘴巴张得太大，牙齿没闭，舌头也没顶住，声音从喉咙里吼出来，像在喊口号，那不是是，那是喝。你要记住，是从齿缝里出来的，像风吹过门缝的那种湿，深柔和绵长，有穿透力。你声音一出，气就浮在表面，进不了肺底。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气一吐完，动作就停了，手放下来，脚跟落地，以为练完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样练等于只做了前半场，下半场直接退场了。真正的关键是在你气已经没了，嘴巴闭上的那一刻，才刚刚开始，你必须立刻提肛，收紧会阴，小腹内收，继续做是的口型，但不要出声。这个无声的是才是逼毒的核心。你前面吐的那些气只是把肺中部的痰松动了，真正藏在肺底部靠近横膈膜那里的老痰，只有靠这最后一股力才能把它顶上来。我见过太多人漏掉这一步，他们练完说没感觉，我说你有没有提肛？他说没有啊，不知道要提，那当然没感觉。你等于烧了一锅水，火刚点着你就把柴抽走了，水能开吗？还有人提肛提得太轻，像蜻蜓点水一样，一点力量都没有。你要真的收紧，像忍大便那样，让会阴穴完全闭合，这个动作一做，任督二脉就接上了，气才能从下面冲上来。你不提，气就散了，毒就排不出去。另外站姿也很重要，有些人练的时候膝盖锁死，脊柱弯着，头低着，那样气机是堵的。你要站得松而不懈，膝盖微曲，脊柱正直，下巴微收，舌顶上颚。这个姿势看起来简单，但能让你的任脉畅通，气往下沉。还有人喜欢饭后马上练，结果练完胃胀打嗝，以为伤了气，不是伤气，是你时间错了，这个功法要空腹练，或者饭后至少等1个小时。你刚吃完饭，气血都在脾胃消化，你一练气往上走就会冲突。也有人练得太勤，一天练10几遍，结果头晕眼花，反而虚了。我建议一般人每天早晚各1次，每次5到6遍就够了。你要像煮药一样文火慢炖，不能大火猛烧。身体的清理是渐进的，急不得。我有个学生刚开始练，每天做20遍，结果第3天就开始心慌失眠。我跟他说，你太急了，身体承受不了。他减到每天6遍，反而开始咳痰，睡眠也好了。所以你要懂得节制，练功不是比赛，不是越多越好。还有一个细节很多人忽略，练的时候要穿软底鞋或者赤脚。我那天特别穿了软靴子示范，就是为了让你们看清楚，脚尖要能完全垫起来，脚跟要能离地。你穿硬底鞋或者拖鞋，一垫就滑，动作做不到位，效果就打折。这些细节看起来琐碎，但每一点都关系到你能不能真正把毒逼出来。你不要小看他们，正是这些地方决定了你是真正在练功，还是只是比划动作。接下来我会讲这个功法怎么和其他养生方法配合，让你的效果翻倍。你把4字诀练对了，身体也开始排毒了。
这时候就可以考虑把它和其他养生方法结合起来，效果会更好。我不是说你要搞得很复杂，而是顺势而为，让气机动起来之后再加一点助力，就像船已经出港，再扬起风帆，自然走得更远。你可以先从6字诀开始，除了4之外还有5个字，呵、呼、虚、吹、吸，每一个字对应一个脏腑，各有作用。呵是清心火的。如果你练完4之后觉得心烦，舌尖红可以接一个呵字，把心经的热散掉。呼是健脾的，舌苔厚腻消化不好的人练完4再练呼，能帮助运化湿气。虚是疏肝的，现代人压力大，肝气郁结，眼睛干，脾气燥，练个虚字能让你放松下来。吹是补肾的，腰酸耳鸣夜尿多的人可以在最后加一个吹，把气沉到丹田。吸比较特别，它走3焦，能通全身气机，你练完1圈来个吸，会觉得特别通畅。你可以按顺序练，好，非呼非是非虚非吹非吸，形成一个完整的内脏清理流程。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，比如痰多肺弱的就把4放在中间，前后各加1-2个字，重点突出。还有8段锦也很适合搭配，尤其是第一式2手托天理3焦，动作和4字诀的手上举非常像，但8段锦更注重全身协调。你可以在练完4之后打一套8段锦，让气从肺经扩散到全身经络，避免气滞在一处。太极拳也一样，你练完4再去打几式太极，比如野马分鬃，白鹤亮翅，动作缓慢柔和，能帮助气沉下去，不会浮在胸口。很多人练完功觉得气闷，就是因为气没倒下去，这时候动一动就顺了。饮食上也可以配合，你既然在清肺，就要少吃辛辣、油炸、烧烤这些助火生痰的东西，多吃一些润肺化痰的食物，比如白萝卜、梨、百合、银耳。我常建议病人煮点白萝卜水，加几片姜，喝下去之后能帮助排痰。陈皮泡茶也不错，理气化痰，尤其适合痰多又胸闷的人。但要注意，痰的颜色不同，调理方式也不同。如果你咳出来的是白痰、清痰，那是寒痰，要温化，可以加点生姜、紫苏。如果是黄痰、黏痰，那是热痰，要清热，用川贝、枇杷叶，不要一概而论，否则越吃越糟。还有睡眠，你练了4字诀，把毒逼出来了，身体需要时间修复，所以最好在晚上11点前睡觉，让肝胆有足够时间排毒。你不要练完功就去刷手机、看视频，那样阳气不收，反而伤神。我常讲，养生不是做加法，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动，什么时候该静。你早上练4，把痰逼出来，白天活动，把浊气排掉，晚上静下来，让清气入脏。一动一静才是养生之道。有些人问我能不能边练边听音乐，可以，但要听柔和的，比如古琴、箫声，不要听节奏强烈的。音乐是声，你是用声来调气，2个声音混在一起容易乱气。也有人问练完能不能马上喝水，可以，但不要喝冰的。温水最好能帮助痰液稀释，更容易咳出，但不要大口猛灌，小口慢饮，让水气慢慢下去。这些配合方法不是必须的，而是让你在正确练功的基础上走得更稳更远。你不要贪多，先把4字诀练扎实，再慢慢加入其他元素。就像盖房子，地基打好了，再加屋顶装修，才不会塌。等你把这些都练熟了，身体干净了，气机通畅了，你会发现不只是呼吸变好了，整个人的精神、体力、睡眠、情绪都在往好的方向走，这才是真正的健康。你练4字诀不能光靠蛮力，要知道它的背后是经络在动。手一抬，肺经就拉开了，脚一点，肾经就活了，舌一顶，任脉就通了，刚一提，督脉就接上了。这4个动作合在一起，不是随便设计的，是古人千锤百炼出来的。肺经起于中焦，属肺，从腋下出来，走手臂内侧到少商穴，你手往上举，整条经都被拉伸，气血就通畅。而肾经从涌泉起，上行到会阴，正是提肛的地方。肺为气之主，肾为气之根，你把这2头都动起来，气才有根有源。舌底上颚是搭鹊桥，让任脉和督脉连起来。你发4的时候，气从肺出来，
经过喉咙、舌根再往上。如果舌不顶，气就散了；舌一顶，气就能往头顶走。再加上提肛，气从下面上来，从上面下去，小周天就转起来了。这不是玄学，是你身体本有的机制。你只要动作对，气自然会动。不要去想气走到哪，越想越堵。你只管把姿势做准，把声音拉长，把最后那一步提肛做到位，气机自然会顺着经络走。很多人问我练的时候要不要一手丹田，可以手，但不要强手。你提肛收腹的时候，气自然会沉下去，那就是丹田，不用刻意去想，反而更自然。还有人问能不能坐着练，能，但效果差一半，站才能把经络完全拉开。坐的话，下半身气机不通，除非你真的站不稳，再考虑坐，但脚尖还是要垫起来，动作不能打折。这个功法练的是形气神合一，形是动作，气是呼吸，神是专注。你三者都到位，才能把毒逼出来，少一个都不完整。练这个功法安全很重要，虽然它温和，但也不是人人都能马上练。有些人身体太虚，一练就头晕；有些人血压高，一提肛气就往上冲；还有孕妇动作太强会影响胎儿，这些情况都要小心。我建议有严重心脏病、高血压的人，先不要练提肛这一步，或者轻轻带过，不要用力。你可以把手抬起来，发4音，脚尖垫一垫，但最后不强求提肛。等身体适应了，再慢慢加上孕妇，尤其是怀孕中后期，不要练，因为提肛和收腹会增加负压，可能影响子宫。等生完再练不迟。急性感染期，比如发烧、肺炎、支气管炎发作，也不要练。这时候身体正和病毒打仗，你再用力逼气，反而耗气。等好了再开始。年纪大、平衡差的人，练的时候可以扶着墙，防止摔倒。动作慢一点，次数少一点，3遍就够了，别贪多。你练完如果觉得特别累、心慌、出冷汗，那就是练过头了，立刻停下来，坐下休息，喝点温水。下次减少变数，放慢节奏。但大多数人练了都会觉得轻松，呼吸深，胸口开，那是正常的。你不要怕反应，但也要懂得节制。养生是细水长流，不是一蹴而就。我看过太多人练功，练了一阵子就放弃，说没效果。其实不是没效果，是他们没坚持。这个四字诀不是吃药，吃了明天就好，它是调理，是慢慢清。像洗衣服，一次洗不干净，要多搓几遍。你练个3-5天，觉得没壳没弹，就以为没用，那太早了。有些人肺里痰后得练10天半个月才开始有反应，你要有耐心。我建议你连续练21日作为一个周期，每天早晚各一次，每次5到6遍，动作做准，尤其是最后提肛无声式那一步一定要做到。然后记录一下有没有咳，痰多不多，颜色怎样，精神如何。很多人练到第7天开始咳痰，第10天痰最多，第15天开始减少，第21天几乎不咳了，但呼吸明显变深，那是痰清的差不多了。你不要只看有没有痰，要看整体感受，是不是晚上睡得好了，早上起床清爽了，走路不喘了，这些才是真正的进步。也有学生练完跟我说，我梦变多了，那是身体在排情绪的毒，长期压抑、焦虑、生气，这些都会变成无形之痰，藏在经络里。你气机一动，它也会出来，表现为多梦、惊醒、情绪波动，过一阵就平了。所以你要相信这个方法，更要坚持。不是练一次就见效，而是日积月累，身体才会真正干净。你练这个功法，最终目的不只是清痰，而是让身体回到本来的状态，干净、通透、有活力。你把肺里的浊气排了，胸腔打开了，呼吸深了，气就能沉下去，心就不慌了，睡眠就稳了。很多人练完说感觉整个人轻了，那是真的轻。你身体里少了几两痰、几两湿、几两毒，怎么可能不轻？你不是在减肥，你是在减负。等你把这些垃圾清掉，再去练静坐、练采气、练内功，才真正有基础。不然你吸进去的都是浊气，越练越乱。这个4字诀是我从古书里学来，自己也练了几十年了，我知道它有效，所以我敢讲，它不靠药，不靠针，只靠你自己的气、自己的动作就能把毒逼出来。你不要小看它，也不要急着求效，你每天练一练，像刷牙一样，给肺做一次清洁。时间久了自然不一样。真正的健康不是没病，而是身体有治愈力。你把通道打开，身体自己就会修好自己。这个世界上最贵的药不是人参鹿茸，
而是你自己的气，你一吸一呼就是天地在养你。但前提是你的通道要通，你肺里塞满了痰，气进不去，补什么都没用。四字诀就是帮你把这条路打开，从手抬起来到脚尖踮起，到发四音，再到气进提肛，无声蓄势，每一步都在清，每一步都在通。你把动作做对，坚持下去，身体自然会告诉你变化。不要等病重了才练，要在还没事的时候就开始，每天10分钟，换一辈子呼吸顺畅，值得。